想茁壮时代。哎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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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报名是军人的天职。哎哦哎哦，预备，上！报名是军人的天职，报名是军人的美德，战胜敌人必先报名，人人都要守口如瓶，说话当心，行动注意，前进，前进，前进就是常来之计，报名是军人的天职。报名是军人的美德，解放军大声！才能来进，人人都要立个结局，为了国家，为了荣誉，前进，前进，报名就是保护自己。哎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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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精神大树！雄壮，哎哦威武，哎哦严肃，哎哦刚直，哎哦安静，哎哦坚强，哎哦确实，哎哦救援，哎哦振作，哎哦等待，哎哦哎哦，大树！一二三，四。老大步！哎哦哎哦，立正！杨海生，我带着你讲什么话？对，不能让行弟讲什么话。还有，奇怪了，我现在跟你讲话，你不要看着我，是不是？干嘛？讲什么？说啊！你讲啊！看哪里？见过你又不说，看旁边干嘛？看着我干嘛？不说是不是？不说就不要说。讲一句。哎，我骂前面，你后面在讲什么话啊？跟杨海生一样是不是？看我干嘛？讲什么？问你话又不说，现在干嘛？不想跟你讲了，看你就讨厌，站好。听口令，向左转，进，走，哎，看到没有？旅长要去开评议会啊！杨海生，用你那聪明的脑袋想一想，不要再出状况了。杨海生，干嘛？报告班长，如果我们部队冤情的话，可以直接跟长官陈述吗？杨海生啊，旅长的车子才刚过，待会会停在礼部的大门口。你这样子讲，该不会是说你想跑去申诉吧？我们连上申诉管道是很畅通的，你这样子跑去，是要害我跟连上长官被定吗？报告班长，我们第5班有些话想要跟长官陈情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孙排长，可不可以给我们几分钟的时间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懂哎。有人听口令，向右转。第5班枪交临兵。第5班听口令，起步，走。到后面，快点，节奏快。停！目标在战场，行进时程自路，左后转弯。英雄好汉在一旁，英雄好汉在一门，说打就打，说干就干，管他流血流汗，管他流血流汗。旅长，好，报告旅长，我们孙排长是个非常好的人，希望旅长可以调查清楚。是啊，旅长，我们是不得已才来架喊冤的，你一定要做包青天来帮我们伸张正义。没有错，
我就是那个跳楼自杀的林博文。我跳楼是因为被兵变，跟排长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如果不是因为排长的话，我命早就没了。我叫石俊，想签志愿役，但体能不好，多亏排长一直帮我加强训练，我才有信心可以进入特战部队。陆武生，现在是操课时间，你为什么跑到这边来？没关系，听陆武生的感受最直接了。是。还有我，报告旅长，我就被孙排长操到昏倒，上面是那个赖虎。你就是赖虎啊？有什么话要说？报告旅长，因为有孙排长的磨练，我长大了，也晒黑了。我妈说我的肌肉也变结实了，还有我的体能也变好了。还有我，旅长，我本来有梦游的，都是孙排长帮我医好的，他这只是华佗在世，相信我。孙排长是医官吗？班长，现在是操课时间，你怎么会放任陆武生跑到旅部来？你部队是怎么带的？报告科长，是我的疏忽，自行处分。回去写检讨报告，交给你们长官，我会找你们长官了解状况。报告科长，我会把陆生带去档案场操课，谢谢科长。哎，搞什么啊？净讲一些废话，要讲重点嘛。陈天斌，你说什么孙排长是华佗在世，他现在不是人是神仙就对了。班长，那是因为我还没讲。好险你没讲，不然孙排长可能已经被判军法了。你们哦，面对陈一路。陈一路啊，叶大同，你看吧，好险你没讲。麦大场起步，坐。我们今天评议的对象是9栋士旅的101连少尉排长孙安邦。本评议会将针对以下3点进行评议。第一点，是否因为操练过度导致陆武生林博文自杀？第二点，午休时间要求陆武生集体交互蹲跳，体罚是否属实？第三点，与民间的地价钱庄有金钱上的纠纷，在个人品德上是有瑕疵，严重影响国军的形象。我们要请旅部的监察官针对以上3点的调查结果做出简报。这几天我们针对前2点做出调查，根据调查的结果，陆武生林博文的自杀与他私人的感情有关，而跟孙排长毫无任何直接的关系。接下来针对第2点提出讨论。根据剧组侧拍的 DV 带和陆武生的访谈结果，孙排长确实有对陆武生进行连坐法，而且处罚方式违反新训中心的操课守则。我们现在就请孙排长以上3点的指控进行说明。旅长好，各位长官好，谢谢各位长官，由于给我一次说明的机会。我知道，就算我的理由再冠冕堂皇，我已经违反了操课的守则，也不可能把不正当的体罚变正当。这一点，我早就有觉悟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承认错误，以后不会再犯？是的，我的确犯了体制上的错误，但是我认为该坚持的
不能妥协。所以在发生同样状况，你还是会用这种方法处理？不会的。我从这件事情体会到，我所下的每个命令都有可能影响到整个连队，但是因为我的官阶无法扛起这么大的责任，所以我会改变我的方法，但是不是放弃我的原则。孙排长，希望你能够记住，在座的各级长官都要为你的所言所行负责。如果你的调整还是不合规定，我们只好考虑把你调离现有的职务。我会尊重长官的裁示。我相信在座的长官一定会觉得，我为什么这么死脑筋，不懂得变通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妈从小教我，做人要懂得饮水思源，知恩图报。我的家庭并不富裕，整个家计靠我妈一个人撑着。我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我投考中正预校。原因是因为不用缴学费，每个月还有零用金可以领。我就这样靠着国家的栽培，一路的念到陆军官校。现在我毕业了，我只想用我所学的来回报纳税人。现在我们国家也许不用打仗，但是随时可能会发生天灾，需要我们国军弟兄跳出来帮忙。如果部队训练的不够扎实，很有可能错失一条宝贵的性命。我不敢说自己有多伟大，但我只想发挥一点影响力。希望我们的国军不要失去军火。接下来针对第3点指控提出讨论。根据丁连长的书面报告指出，孙排长本人并未直接与地下钱庄有关联，而是因为担任他父亲的连带保人而受到牵连。关于这点，丁连长有请陆武生罗刚来做说明。各位长官，其实孙排长跟我是亲兄弟。他之所以会倾向那张借据，纯粹是因为为了要帮我。报告长官，借据确实是我签的，跟那些黑道有瓜葛的也是我，跟我弟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不用再问他了。长官，我哥是为了掩护我才背黑锅的，那是因为我放肯定假的时候被黑道讨债，他为了保护我，所以才会签下那张连带保证人。罗刚，孙排长，我们现在只请罗刚做说明，请你离开。是，长官。罗刚，既然你和孙排长是兄弟，照理说这笔债务不应该只有你被牵扯进去，你能进一步提出解释吗？报告长官，其实欠债的是我爸。我从小的时候，父母就已经离异了，我跟着我爸，而孙排长跟着我妈。我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联络了，一直到入伍的时候，我才看到我哥，他完全是个局外人，跟黑道一点瓜葛都没有。但他是连带保证人，这是事实。那也只是替自己父亲做连带保证人，并不代表他跟黑道有关系啊。
希望长官可以查清楚，还我哥一个清白。没事的，你别担心。各位长官，今天我的心情很沉重，不是因为我可能受到连带的处分，而是因为10年前我也和孙排长一样，因为体罚陆武生而受到惩处。那个事情之后，我就一直当连长，当到现在，成了全中华民国最老的连长。我也从当初的魔鬼连长变成了现在的保姆，成天只担心着陆武生吃得饱不饱，睡得暖不暖，水喝得够不够，这种天气会不会中暑，这个操不得，那个骂不得。10年过去了，我已经忘记自己到底是个军人，还是战斗营的领队。一直到孙排长被分发到我们连上来，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震撼教育。当我告诉他这么做是违反规定时，结果他却回答我：如果妥协，那么部队就没有纪律可言。这么做，我们还算是个军人吗？孙排长的这一席话，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。现在的我，除了身上的这身军服之外，早就失去军魂了。对带兵也不再有热忱，不再有要求，只怕出事。满心想的，就是做满这个役期，退伍之后，等着领终身俸。我扪心自问，这么多年来，我竟然没有为国家培育出半个可用之才，完全愧对国家对我的栽培。如今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坚持军人应该有的精神。当天，孙排长是得到我的同意，才执行连坐法的。如果真的要追究责任的归属，我丁浩一肩扛起，绝不推诿。连长，你太冲动了。10年前，石旅长也为我做过同样的事，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：军魂不死。我要继续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。营长。队长，
旅长，各位长官，我作为医官，长期以来在后方提供医疗援助，所以对弟兄们的身体状况格外重视。当天，我看到入伍生在午休时间，在大太阳下被体罚，我怕他身体不适，所以立刻上前关切。根据侧拍带，入伍生竟然集体被处罚交互蹲跳。听说许连长你当天也在场，可否详细说明一下当天的状况？当时是午休时间，我刚好经过，看到一群入伍生在被罚做交互蹲跳，我就立刻上前关切。所以孙排长违反规定，在午休时间对入伍生进行不当体罚，这是事实了。科长，如果要我做评论，我认为是不是体罚过当，应该问先入伍生才是最准确的。大部分的访谈都是在帮孙排长求情，因为陈述具体事实，所以才需要许连长帮忙做补充。各位长官，其实入伍生已经将他们感受说了出来，他们肯帮孙排长求情，就表示他们认同孙排长的带兵风格。我们能主观的帮这些入伍生认定这是不当的体罚吗？根据刚才的讨论，吕部做出了初步的评议结果。第一点和第三点，经过查证，并非属实。但是关于第二点不当的体罚，会经过细部的讨论，再做出最公平的惩处。由于监测将届，请孙排长恢复操课，静待惩处的结果公布。虽然这个结果的报告还没出来啊，不过听长官的口气，这许连长他说的话已经发生作用了，要不然啊，不会先让你恢复操课的。我知道。那你回到连上之后啊，要更谨慎了。以我对他们的了解啊，他们一定会派一个监察官啊，来监看你上课的状况。所以以后啊，你要懂得自己拿捏分寸。我了解。许连长来了，记得跟人家说谢谢啊。是连长。哎，许连长。许连长，谢谢。不用客气，我只是说出公道话。但是我必须要说，我不能完全认同你的作风。时代已经不同了，不要这么固执，不懂变通。我一直都是这样折善固执，所以我会把你这些话当成是一种赞美。很好，但是如果你继续固执下去，我敢保证，一定还会有下次。你的成功岭之路注定会走得坎坷。我知道，我已经有心理准备。但愿如此。连长，先走了。好，你慢走。看来许连长对你很有意见。你哥哥啊，才刚刚到成功岭哦，就上了新闻版面，还被封为什么国军之光呢，难免树大招风嘛。还好这个许连长啊，做人还不错，说话也很客观，没有啊借这个机会落井下石啊。连长，其实我也不是刻意要出风头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。我接下来做事情一定会低调，不会再给连长惹麻烦。希望以后你啊做事圆滑一点，但不表示哦要放弃原则，知道吗？
是连长。连长，还有一件事情很抱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隐瞒我跟罗刚的关系。哎，没事没事，这没事了。罗刚啊，已经跟我解释清楚了。今天他会来这作证啊，都是我安排的。我相信你们兄弟俩一定有一些话想要聊吧。我还有事，来，我先走了。谢谢连长，谢谢连长。好。你为什么跑来评议会，还当众承认你跟黑道的关系？这样会留下记录，就没有办法签自愿役。我没有办法签自愿役没有关系，你已经是个职业军人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的前途被毁掉。罗刚，我希望你留在部队，这样你才有办法跟黑道脱离关系。想不到事情现在变成这样，都是我拖累你。说什么拖累不拖累的？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做保人的。薪金50万，后台报完，搁花一段时间，我慢慢去。啊，无你即马是甲恁要当作乞食。陈浩，我今日摕50万来遮，就表示我的心，准备150万，我会还给你。1生5年都要减互你。那这样150万，我一条命啦，你敢会好？啊，听你安尼讲，我敢若参详，搁爱甲你说道谢呢哦。莫讲哪里啦，我罗刚讲到做一到啦。这款话我听做啊！你即摆是去做兵，一个月总赚是要偌济啊？我看你做兵啊，做个反攻大陆，你嘛兴袂起。我即摆是要安怎？我当初给你3天的时间，是要你还200万，不是50万哦。今仔日我若是无看你200万，又叫你老爸准备收白包来享受。陈浩，你一定要打这硬哦！王一刚出去。你哪还袂出来？这100万我替你还。你在创啥？啊，你毋是顶个一个拍3个迄个国军英雄？哦，我对电视有看你哦。你即摆国军之光呢？啊，你无去替国军争一些面子？哎，走来遮，甲一块行做伙。啊，你是毋惊替国军跟哪错？是啊。你讲一点关系拢无啦。我是那兄，你有代志，落再找我。哦，原来你是那兄，不怪啊。看你2兄弟啊感情这么好，我是真感动啊，真认真。啊，不过你是凭啥要替打？我是要替白包你。你干嘛？这是我的证件。哦，少尉呢？以我的身份，应该够资格当他的保证人吧？你疯了？这不关你的事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这是我的代志，无需要你做保证人。免伫我面头前演一出兄弟情。今仔日若是敢这50万啊，我是无可能让你用钱来处理。你没有需要做到这样，只能这样。对嘛，听哥哥的话，啊你们才乖。
这50万你先收下，我再当保证人，这样可以吗？你实在是让我真歹做啦。啊，不过我真欣赏你的义气。好，会使。来，咱们这签名等因啊。这样我们可以走了吗？孙安邦，无啥。走，走啊！爸欠了好几百万的赌债，我跟怪兽准备要去骗高级汽车，然后转手换现金。但还好你阻止了我，不然我真的没有办法回头。钱是他欠的，没有必要你替他还。我们好不容易才重逢，现在应该是我跟妈弥补你的时候。什么事情我们？如果你还把我当兄弟，就不要再讲这些客套的话。一家人本来就应该互相扶持。再说，你也帮了我不少忙。我一直有句话想跟你说，哥，谢谢你。给我梦想，让我在蓝天上面展翅飞翔。每一首歌都有最真实的。陆生陈天斌在手榴弹投掷场做第一次投掷。投掷。28。报告班长，进弹了。不错啊，28哎，耶！你干嘛啦？啊，投个手榴弹而已，有必要作弊吗？哦，我没注意到。回重调。谢班长。莫名其妙。陆生林博文于手榴弹投掷场做第二次投掷。投掷。28。林博文，恭喜你，走出感情的创伤，失恋的阴霾，把这股力量化成热血，投掷出去。谢班长，你也是。回去。是。陆生赖虎于手榴弹投掷场做第二次投掷。投掷。赖虎，赖虎，你起来啦！哎，你是左撇子吗？那你干嘛用左手丢啊？报班长，因为我第一次丢，用右手丢都偏右，所以我这次想说用左手丢，可不可以在范围里面啊？用左手丢有比较好吗？啊？好像没有哎。赖虎啊，你爬杆也不行，高墙也不行，高跳台又不敢跳，手榴弹又丢不好，你到底要怎样？来点会的好不好？要检测嘞。回重丢。谢班长。陆生吴勇于手榴弹投掷场做第二次投掷。投掷。精确时拉开。18。投球。继续活动。排长回来了。正直，永远的正直。这次要考你们到底。处理。回到。陆生杨海生于手榴弹投掷场做第二次投掷。投掷。35。
杨医生，不错，有目标哈。谢班长，排长，欢迎你归队。谢谢你。陆武生罗刚在手榴弹投掷场做第2次投掷。投掷。罗刚，投的不错，但是班长认为你可以更好，加油！谢班长。欢迎归队。入山石俊在手榴弹投掷场做第2次投掷，投掷。子俊，不错，越来越像个男人。谢班长。陆武生叶亚彤在手榴弹投掷场做第2次投掷，投掷。未进弹。叶大同啊，只不过长得比人家矮了一点，也是挺壮的啊。为什么你怎么丢都是会进弹呐？拿出你喝鸡汤的力气嘛！不好事，回去。谢班长，排长不好意思。入伍生肖德基在手榴弹投掷场做第2次投掷。重丢。啊？说错了，重报。入伍生肖德基在手榴弹投掷场做第2次投掷。投掷。投掷。老师，立正。排长，你好。老师，排长，各位弟兄好，大家请小心。首先，我要先谢谢士官长，帮我站杯执行。从今天开始，排长就会归队，会陪着各位一直到结训。欢迎归队，请手续。谢谢各位的支持和鼓励，你们的心意，排长都收到了。这一次评议会的结果还没有出来。但是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可以跟各位弟兄一起成长，已经是我最大的收获。虽然这几天排长没有跟着各位一起操课，但是各位的成绩，排长都有看到。赖虎，有，你今天投掷还是偏淡，但是排长发现。是因为你在投掷的时候重心偏掉了，待会排长帮你修正一下，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谢排长，请小心。还有叶大同，哟，你今天投掷还是未进弹，但是又比上次远。可是排长发现你在投掷的时候会顿一下，应该是在调整自己的姿势。你只要抓到这个力道。排长相信，你一定可以投得更远，了不了解？了解，谢谢排长。请小心。再过2天就要检测了，各位好好努力，为连上争取荣誉。都会扫息之后，请各班班长带开练习，
手顺。很好，回去。是的。陆武生龙刚，这船头长做第3次投掷。投掷。我刚投得很好。谢班长。陆武生赖虎于手榴弹投掷场做第3次投掷。投掷。小心啊，赖虎！班长，你干嘛吓我了？谁吓你啊？啊，我吃饱撑的。赖虎，孙班长不是已经纠正过你的姿势，你怎么还做不好嘞？啊？脚都已经超线了嘛！我做一次。陆武生赖虎于手榴弹投掷场做第3次投掷。投掷。年轻的心，为将来的日子写下。赖虎，你眼睛抽筋是吧？干嘛？很远吗？人家都丢40哎，啊！不过有进步，值得鼓励，加油！谢班长。年轻的心，陆武生1连大头于手榴弹投掷场做第3次投掷。投掷。一曲乐章。年轻的你，为无尽的青春喊一声欢呼。36。将年轻飞扬。36。然后嘞？很远啊。又来个莫名其妙的，很远嘞。哎，36很远吗？刚好而已，好不好？都快建设了，你们这班怎么回事啊？像你们这种成绩，去特战都不及格啊！回去，有进步了，回去。班长，我会努力的，加油！陆武生校的精英与手榴弹投掷场做第3次投掷。投掷。迎向茁壮的时代。小耳机，用心一点嘛。回去。是班长。小德记，加油啊！回去。是。人质，你会发现，这次孙牌回来，好像魔鬼变少了，人性多很多啊。学长，人总是会成长的嘛。投掷。我觉得陆军官校真的很厉害，可以把我们孙班长训练的能屈能伸。我想经过这么多事情，他应该也长大了吧？回去。学长，你也很不简单啊！经过这么多事情，嘴巴还是一样贱。谢谢你哦，我只能说跟你聊天还蛮愉快的。投掷，那是一定要的啊！喂，李丹，加油啊！陆烈，孙排长，长官让你继续回来带兵，没有在评议会马上做惩处，表示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，这是好消息。谢谢士官长的关心。对了，听说今天是士官长的生日，先跟你说是生日快乐，礼物晚点再送上。谢谢你，不用那么客气啊。你对罗刚这么好，这是应该的，我应该好好谢谢你。罗
刚是我的班兵，本来就应该多关心他。我也没要求什么回报。我当然知道士官长不是那种会要求回报的人。我刚要不是因为你，他也不会签字愿意。虽然现在他不能签了。他为什么不能签？他的前科不是早就注销了吗？他为了帮我澄清跟黑道金钱纠纷的事，在所有旅部长官面前，把所有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。有了这个记录，我相信长官应该很能接受他。原来他去评议会是为了帮你作证。谢班长。我真的很对不起他。他好不容易才答应要加入志愿役，这样他就可以重新开始。以他的体力跟毅力，在部队绝对可以找到一个好的职位。那他就可以更有自信、更大方的追求他自己喜欢的人。不好意思，我好像扯太远。不过还是要请士官长多关心他。这是应该的。罗刚很幸运有你这么好的哥哥，他也很幸运有你这么好的朋友。也是一个很好的长官。预备，走！国家有纲常，军队有军纪，军纪是军队的命脉，以三民主义为根基。三星星坚如铁，上下团结成一体。号令严明，服从第一。你们唱这是什么声音啊？战争要啊，你讲不错了。无私无畏，战斗进程大无比。国民革命军，爱民如爱己，哪怕成功，方能胜。把声音唱出来。团结在军队，走军纪不失纪，中国家要人民的把握，一定在我手里。哎哦。哎哦，哎哦，哎哦，精神大树，冲锋，威武，哎哦，严肃，哎哦，刚直，大声，安静，张扬，坚强，确实，右转弯，肃严，沉着，忍耐，积极，勇敢。哎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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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大步，哎哦，哎哦，立定，所有人听口令，向左转。各位，看不下去了啦！带这么多敌兵，叫你们福利最好，一天到晚来迎战。可是你们是我带过啊，唱歌打数最烂的。你们里面啊，不知道是谁认识我们高级长官，一天到晚打电话来，要好好对待你们。每天来迎战也会腻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对你们不好吗？大家注意听到班长这边，今天便利商店有来新的成员，大家注意观赏的重点，只要看，不要去骚扰人家啊！报告班长，请问是正梅吗？我不晓得，你自己看吧。班长，不正可不可以打枪？打什么枪啊？要不要叫经理来啊？我现在就打你枪，跟我回连上去找士官长。士官长，不要乱讲话啦，有总比没有好啊。好了，别再聊天了，
15分钟后原地集合，扫息之后不集体解散。扫息。你不能去啊！你不能去，为什么？你已经有小燕了，就算进去，你也不能乱看了。哎，其实我跟小燕已经分手了。恁当时册啊？哎呦，7啊5也不是公营的代志啊，你们四个宣传吧。紧的啦，紧的啦，快点啦！赞了！哇！这个版色别说咱头一摆看到小燕的时阵呢，长卷发杨柳腰呢，这个背影差不多92分。你想错了啦，我看是背影杀手的机会较大哦，啊你唔捌啦。这杯咖啡是谁的啊？我先来的。阿斌哥，你嘴巴好甜哦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吴勇。说给你啊，姐姐。因为我想要跟你朝夕相处啊，就来应征店员。开不开心啊，芝芝老公？你就是超正不？那怎么比肯结婚年龄还正啊？对呀。哇，浩子啊，你师傅为着你来这赚钱，是你的福气嘞，创啊你这歹车扫啊！阮兜无需要伊来这打工赚钱啦，伊来这是要甲我干死的啦。为什么我做什么你都不满意啊？那你当兵那么久都不回家，难道我不能来这里看你啊？好可怜哦。就是讲咩？遐尼水某你讲去厝，你袂烦恼？对啊。人家的女朋友只能通电话，现在你老婆过来了，可不可以天天享受搂搂抱抱？你在抱怨什么啦？对啊，你唔知真笑。我老实甲恁讲啦，伊就是迄种毒蝎子人啦。不是啦，是蛇蝎美人呐。啊对啦，我意思就是安尼啦。原来你一直觉得我是那种女人啊？超子，你也甲恁某嫌到无一块好啦，安尼规矩离的好啊啦。怎么？你放心啦，我来处理这么多男人，你现在跟你哦，都比超子好了，像我一样。对啊，不是啦，像我陈天斌一样。再我跟你讲，这个查某一定。我知道你很嫌弃我，不过该有的3从4德我都会遵守。难道我们真的没有缘分吗？那这搞演啊！浩子啊，行啦，别伫遮啦。大姐，我跟你讲，走啦！我跟你讲，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，莫叫我骗去，你莫叫我骗去啦！行啦，莫看啦！你这摆哦，真正输到痛苦啊！一定是伊跑咖啡有问题啦，规班拢去我洗脑，还说他很正。你看，打情骂俏，嬉皮笑脸，生什么体统？阮带来的面子哦，拢叫吓了伊啦。哦，你看，心内话拢讲出来啊，你吃醋啦？我当时吃醋，我现在恨不得他马上从地球上消失。哼，难道这是所谓的嘴巴说不要，身体却很老实吗？这就是乡民说的口嫌体正直。对，卖个体雄啊啦，行啦。小超子老婆那么顺，你等叫老婆不要这样，我想想看，马庆玉。鲜草莓奶茶22元，咖啡牛奶25元。原来我们这边混进一名失败哦。你怎么会在这边？童哥，你当兵当到傻掉了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在这里上班呢。哦，是不是你妈妈知道我们进了很多新产品，叫你来打探军情哈？才没有！你告诉我，你拿给我，我就告诉你，
你还敢跟我谈条件呢、你？我跟你讲啦，你们家哦真的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了。这样你要看什么尽量看，不然的话我影印一份价目表给你好了。喏，还你。我不用了，我全部都记下来了。我脑袋里面那些 Excel 跟 Word， 破笔记本，你要你就拿去了。哎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要空手而回。送你一瓶高钙补补钙质，请笑纳。基金长高高，好高高！喂，怎么这么贪心啊？就我跟我昨天说，我那个床铺根本不用打。报告，陆生叶大同已完成侦查工作。你个，妈，大家都这么熟了，为什么还要去查人家的价格啊？你都想少年唔捌，这叫做斩草要除根。虽然讲哦，恁小妹大概来的时阵哦，我营站拢客满，啊，唔过哦，细节的部分要注意。迄对面若是有新产品足赞的时阵哦，迄人客嘛是会挖过呢。有这么严重吗？等呢，迄像何你？他们给我的。叶大同，你是营站的小开营站的少东呢，迄滴的互你物件，你哪会当啉嘛？迄罐嘛有啊？今日啦，这两罐哦，我摕转去做检查，迄内底无条条有迄个大肠杆菌，伊才摕互你啉，知影无？叶大同啊，来，听讲恁最近要选兵啊？哦。哎呀，你哪知？我什么人？我红姐呢？我跟你讲，但是要选兵哦，都要选特战，知影无？迄出来了，才有生一个查某囝。无爱啦，你可要甲我骗红烧？我是你妈妈呢，我哪有可能骗你啦？而且我听他讲哦，迄特战出来哦，迄长高10公分哦。我不信。真的啦，汉朝后出小孩才有女生杀到你。我不要，我本来就很受欢迎的。哦，你是要搞笨烫的呢？你就是哦，细汉时阵学过古锥，一直去欧巴桑咧蹦蹦蹦个爱去啊啦。上无我是师奶杀手啊！好啦，妈妈老实告诉你，其实哦，特战单位里面有妈妈的老朋友，你若是入去了，哦哟，保证你凉死啊！真要假啊！哎呀，当然嘛是真的。你若是不相信哦，下次哦，特战单位的人来选兵的时候，你都敢问啊？你有没有认识红姐？7块。我3块了。我2、3。班长，谢谢。怎么了吗？石班长，我现在看着你，就跟看着我自己是一样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今天穿的，难道就是武林中传说的情侣装？巧合。巧合，那还真巧，真是巧。于班长，有件事情我一定要跟你讲，就是你戴这个蓝色隐形眼镜，看起来蛮变态的，是不是可以麻烦你待会进去的时候把它拆下来啊？石班长，你发现了？拜托，你这个蓝色眼珠这么醒目，叫人家不注意也难啊。好啦，等一下进去的时候，我找时间把它拿下来。今天是你生日，你说了算。还有，这就是我订的餐厅。石班长，祝你生日快乐！
谢谢你。你好，赶快来我这里。不好意思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这里厕所在哪里啊？谢谢你，士官长，我先去一下厕所。谢谢。挺赏心悦目的。所以于班长，你应该常常来这边调剂身心的吧？不是啊，士官长，其实这个地方是牙膏推荐我来的啦。我也是第一次来，他跟我说这是一间高级的餐厅。奇怪，我怎么看都像一间夜店。所以我在想，你应该是想吸引这边辣妹的注意，才会在你眼球上搞怪。不是啊，士官长，这是陈天兵跟我讲，这是造型。现在年轻人都这么做，很潮的。不要再推给别人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戴起来看起来更猥亵。士官长，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就是去厕所，已经拔掉了。好啦，我们点餐吧，我肚子饿。士官长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想要吃什么随便点，千万不要客气。好，请稍待哦。你好，小姐，我要点餐，好，一份主厨套餐，副餐果汁，好，这样就可以，谢谢。先生，请问你需要什么？哦。我今天吃素，给我沙拉就可以了，谢谢。沙拉就可以了吗？对。先生你好特别哦，来夜店怎么只点沙拉呢？今天我生日，你就只吃沙拉，会不会太扫兴啊？不扫兴，士官长，我只是要证明，在我的眼前，不管有多大的诱惑，在我的心里面已经有一个人了。谢谢。每次我不开心的时候，都是你陪在我身边。虽然今天吃饭的地方真的有点奇怪，可是说老实话，我吃得很开心。谢谢你陪我过生日。士官长，只要你开心就好了。只要你开心，我也会觉得很开心。可是我想要问你，我是不是今年第一个帮你庆生的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一切就值得了。现在时间差不多已经过12点了。你到底想干嘛？生日快乐！善人，等等，你刚叫什么？可以再叫一次吗？我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
这是你安排的啊？不是啦，牙膏说生日来这里用餐，会有人免费帮你庆生。免费？你还真会精打细算。先生，我们好 special 哦。王小姐，李先生帮你准备了一个生日礼物，钥匙在我这边，我把它收起来，然后你把它找出来。找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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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，我可以讲一句话吗？不好意思哦，谢谢。于善人，有本事自己亲自上阵，干嘛找一个替身？士官长，我要去厕所，你要跟吗？不要。威猛先生，钥匙交给我。拜托，威猛先生扫厕所了，不是猛男先生。我管你的，钥匙给我。谢谢你，威猛先生。死牙膏。报告，连士官督导长王胜男等5员请示进入连长室。好，进来。连长。连长好。来，坐，别那么拘谨了。又不是叫我们进来罚站的，坐。谢连长。谢连长。连长，你一大早把大家找过来，该不会是评议会的结果出来了？你们不用这么紧张，这个已经不是我关注的重点了。我就把我心里话呢说给长官了解了，这样就够了。连长，可是你说的那些话，那些长官听得进去吗？连长那说的话，都是出自于他自己内心的肺腑之言。只要是真心想要替国家做事的革命军人，听到连长那些话，一定都会动容。我相信这些长官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出决定，就是代表连长你说的话，他们都有听进去。我是不敢抱了太大的期望了，毕竟那些长官们有他们现实的考量啊。要管理这么大的部队啊，如果都不按照规定去做事的话，在管理上确实会有很多的困扰。所以呢，我已经看得很开了。连长，我知道你说的这些话是想要让我好过一点，但是事实上是我连累了你。如果我没掉在这一连，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。哇，排长，你终于开窍了。于班长，我们现在要团结一致，不要再损孙排长了。我知道啦，我话还没讲完嘛。我是说，孙排长他终于开窍了，然后我跟连长沉睡的军魂也被他给唤醒了。沉睡的只有你吧？
说到这里啊，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很惭愧。这几年来，我感到自己带兵的热忱渐渐在消退。只要不出事，一切按照规定来操课，那就好了。那些入伍生训练是不是够确实，我根本也没在关心。一直到孙排长的出现，才让我想起了当年，我也是满怀的理想加入国军的行列。我也是。我不是。你说真的，像我这种不愿意，第一天进来的时候我就想要离开部队了。我觉得啊，来当兵根本是浪费我的时间。可是遇到孙排长之后，我也有发现到，其实，在新训中心当一个班长是有许多责任跟使命。哇，原来最晚开窍的是于班长啊！李班长，不是于班长不知道，其实于班长也是跟我们一样，他的热情慢慢的被现实消磨殆尽。就像我最近碰壁，又遇到挫折，我现在才觉得，我之前跟你们说那些大道理，其实蛮幼稚的。所以你们私底下才会叫我菜排。孙排长，虽然你经验不足，但是你唤醒大家带兵的热情，看到那群入伍生那么的拥戴你，我们都很感动，也很欣慰。是啊，唉，这些天兵呢，说起来还算是有情有义，连我有的时候啊，也会被他们小小的感动一下。这是因为啊，孙排长有用心在带兵。我有信心，今年这批入伍生会是最优秀的一批。连长，我们私下有在讨论，这次恢复500障碍的监测，对很多新训单位而言很头痛。可是，我们逆向思考，如果这次我们这连500障碍的成绩能够拿到高分，那对连长的考绩一定有很大的帮助。是啊，连长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你的处境很尴尬。像你这样在部队里面，不是被融掉，就是被拔掉。今年再升不上去，他们应该想要逼退你吧？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努力把成绩冲高。我今天找你们来这啊，是要提醒你们好好带兵，怎会扯到我要退伍的事啊？我们是要好好带兵啊，只是多了一个目标。这一次，我们会众志成城，用监测的成绩让你荣升。连长，你放心，我会尽力让这批入伍生顺利的通过监测。说得好啊，孙排长，连长，就让孙排长来带兵吧。我们这些班长会全力配合他。这次我们让监测的成绩让步步高升。对，步步高升。你们好好训练入伍生，我很高兴，但不需要太过于执着监测的成绩，因为这样反而会造成反效果。连长，你放心吧，我想我们这里没有人愿意开第二次评议会。我今天找你们来这最大的目的是要告诉你们，当一个军人，最大的责任不是为了求考绩，也不是为了求升官，是保家卫国。这一句话，你们把它放在心里面，这样就够了。是，连长。像茁壮的时代。